我怀孕了，可全家都高兴不起来，原因是我老公天生弱精，几乎没有生育能力。公公被我气到中风，婆婆骂我不知廉耻，老公则羞愤地给了我一巴掌，说要跟我离婚。可当我把羊水穿刺结果甩到他们脸上时，他们一家都高兴坏了。呵呵，我只能说他们高兴得太早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拿到 B 超单后，我不敢置信地跟医生确认，没搞错吧？医生，我真的怀孕了，8周了。走出诊疗室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在和丁辉结婚的第10年，我终于怀孕，要当妈妈了。怀着这份激动的心情，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。一走进玄关处，我就闻到了一股极其难闻的中药味，肯定又是婆婆在替我熬制所谓的生子汤药。这10年来，因为我怀不上孕，婆婆一直对我没个好脸色，不是阴阳怪气的骂我是只不下蛋的鸡，就是到处寻找调理身体的偏方，逼我喝一些奇奇怪怪的汤药。一开始因为这事，我和她大吵过几次，直到后来丁辉带我去了医院检查，明确是我体质不好，不易受孕后，我大受打击，再也无颜面对他们一家。而婆婆也因此变本加厉地挑拨我和丁辉的夫妻关系，一度怂恿他跟我离婚。还好丁辉总是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，说将来不管有没有孩子，他都不会跟我离婚。我感动极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吞下了婆婆所有的冷嘲热讽和阴阳怪气，也配合地喝下了一碗碗成分不明的药。直到今天，我终于怀孕了。走进客厅，婆婆见是我回来，瞬间垮了脸色，磨磨唧唧干嘛呢？还不快来做饭。小辉马上回来了，我张了张嘴，没说什么，顺从地去了厨房。等丁辉回来后，我要在饭桌上给全家人一个大惊喜。丁辉到家后，我们正式开饭。婆婆一股脑把碗里的鸡肉都扒进了丁辉碗里。儿子啊，你上班辛苦了，快多吃点。放在平时，我是不敢在婆婆面前和丁辉抢菜的，但今天可能是因为怀孕了，我举起筷子，从丁辉碗里夹走了一块鸡肉。婆婆看见，立马阴阳怪气：月婷怎么光吃鸡肉啊？吃完你又不下蛋，还是多吃青菜吧。听见这话，丁辉面色一僵，很不好看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要老说这些？说完，他又一股脑的把自己碗里的鸡肉都夹给了我，可把婆婆心疼坏了。我心里一暖，冲丁辉扬起一个充满爱意的笑容，然后从包里拿出那张 B 超单递给他。恭喜你，丁辉，你要当爸爸了。什么？你怀孕了？我幸福的点头。8周了。饭桌上，公婆和丁辉都非常诧异，婆婆最先反应过来，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好，太好了，咱们老丁家终于有后了。一向严肃的公公也喜形于色。快，老婆子，赶紧给月婷盛碗鸡汤来，让她补补身体。只有丁辉反应过来后，脸色非常难看，他摔了婆婆端来的鸡汤，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贱人，你居然敢背着我偷人！这一巴掌彻底把我打懵了。婆婆赶紧上前拦住他：小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月婷现在怀孕了，你怎么能打她呢？她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。听见这话，婆婆率先跳出来反驳：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月婷这么老实本分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在外面偷人呢？是啊，就连婆婆都知道，我向来老实本分，不可能做出对不起丁辉的事。可他作为我的丈夫，
却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指责我在外面偷人。我强忍住眼中的泪水，毫不退缩地与他对视。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婆婆怕我情绪太激动，影响胎气，连忙挡在中间。小辉，你肯定误会月婷了。这段时间，她每天在家伺候我跟你爸，哪有时间出去偷人啊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哼，误会？根本没有误会。丁辉气昏了头，一言道出真相。我有弱精症，根本生不出孩子，可她现在却怀孕了。你们说说，她肚子里的不是野种是什么？弱精症？什么是弱精症？婆婆是个没读过什么书的乡下女人，听不懂这些医学名词，可我却知道弱精症代表着什么。我当即愣在原地，久久不能回神。耳边响起的是婆婆这些年对我的咒骂，以及我日日夜夜的愧疚和自责。可是现在，丁辉居然说自己有弱精症，那这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些年不孕的源头根本就不在我这里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丁辉，情绪崩溃了。丁辉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在公婆明白了什么是弱精症后，一场闹剧正式拉开帷幕。婆婆再也没有了刚才的维护之意，指着我破口大骂道：“你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居然敢背着我儿子偷人！”向来重视香火的公公，在经历了刚才的大喜大悲后，一时承受不住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看那模样，像是中风。丁辉见他爸被气成这样，怒火中烧，又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恶狠狠说道：“贱人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一人难敌他们一家。”马上陷入了被动局面。不过我很快冷静下来，冲丁辉说道：“弱精症虽然难怀孕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。我肚子里是不是你的种，只要去做个羊水穿刺就知道了。”婆婆又问：“羊水穿刺是什么？”就是能给肚子里的孩子做亲子鉴定的一个检查项目。那得多少钱啊？婆婆在乡下生活了大半辈子，最看重的除了儿子以外就是钱，2000左右。什么2000？婆婆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么贵？她马上换了脸色。我儿子都说了他不能生，那肯定就不能。你个贱人，不仅背着我儿子偷人，还想来糟蹋我们家的钱。你给我滚出去！眼看他要上前，我怕伤到胎儿，只能落荒而逃。出了小区，一阵凉风吹来，我不禁打了个哆嗦，两行泪水从我眼里夺眶而出。我不知道，明明是天大的一件喜事，最后为什么会弄成这样？还有丁辉，他明明知道我怀不上孕是因为自己的问题，还放任他妈欺负我，逼我喝那些汤汤水水。我究竟哪里对不起他？眼泪哭干，伤心够了，天色也渐渐沉了。我回到自己家，妈妈很诧异：“月婷，怎么突然回来？不给妈打个电话，妈好去买点你爱吃的。”“不用了，妈。”我声音嘶哑，鼻音浓厚，一听就很不对劲。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看着父母关切的神情，一股委屈瞬间涌上了我心头。“爸妈，丁辉他要跟我离婚，他们一家子都欺负我。”一听这话，父母都急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靠在妈妈怀里，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。爸爸听完，怒拍桌子：“欺人太甚，简直欺人太甚！走，爸现在就上他丁家，替你讨回公道。”我赶紧拉住他：“爸，您先冷静一点。现在他们丁家认定了我给丁辉戴绿帽子，我们上门也没用。”“是啊，闺女说的对，老头子你冷静点。”我们一家三口坐了半晌，妈妈问我：“月婷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我要跟他离婚，可是离了婚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”
我一怔，从滔天的怒火中冷静下来。是啊，如果离了婚，这个孩子怎么办呢？好不容易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，我是舍不得放弃的。可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了爸爸，将来孩子会不会恨我呢？妈妈语重心长地拉着我的手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去医院做个羊水穿刺，等结果出来再看他们家的态度吧。我明白我妈的意思，她还是希望我能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再给丁辉一个机会。思及此，我也犹豫了，最终我决定先把羊水穿刺的结果拿到手再说。在父母的陪同下，我去了医院，却被医生告知，羊水穿刺至少要等孕16周以后才能做，而且有一定的风险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先在家养胎，等孩子16周后再做。在养胎期间，我尝试联系丁辉，却依然无法和他沟通。他对我的态度只有2个字：离婚。可能是因为怀孕了，我情绪特别不好，急需孩子爸爸的关心。于是我假意答应丁辉离婚，借离婚的名义去找他。可是在他公司门口撞见的那一幕，真的让我痛彻心扉。那天我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去丁辉公司等他下班。为了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我愿意将那些委屈通通咽下。丁辉一般6点准时下班，我也的确在他公司门口等到了他出来。可当我心怀期待，准备迎上去时，有个人动作比我更快地走过去，自然而然地将手放进丁辉的臂弯中，举止十分亲密。我愣在原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那女人转过脸来，十分眼熟。仔细想了好一会儿，我终于想起了她是谁。王丽。曾经婆婆极力想撮合她跟丁辉在一起，因为王丽跟她是一个村的，既知根知底，又勤快麻利，而且婆婆觉得她身材壮实，好生儿子。只是当年丁辉和我相恋，铁了心要和我在一起，婆婆这才打消念头。可现在他们怎么又突然搞到一起了？距离上次我说怀孕那天不过才短短10天而已，这让我不得不怀疑，他们是不是早就背着我暗度陈仓了？我屈辱地握紧拳头，看着旁若无人亲热的2人，心在滴血。这些日子我怀着他的孩子，伤神劳肺，而他却已有新人在怀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回家后，我让我爸找私家侦探调查了王丽的事。她因为前夫出轨，所以离了婚。后来又从婆婆那里得知我和丁辉结婚10年，因为我体质不好，一直不能怀孕的消息，便起了勾搭丁辉的心思。毕竟丁辉人长得不错，又在 S 城有份不错的工作，收入可观，比她前夫的条件不知强了多少。在婆婆暗地里的牵线下，王丽还真和丁辉勾搭上了，所以在我怀孕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暗度陈仓了。一个疯狂的复仇计划在我脑海里逐渐诞生。我要把这么多年的痛苦加倍还给他们一家。胎儿满16周那天，我偷偷拿丁辉的头发去医院做了羊水穿刺。几天后，结果显示我肚里的孩子的确是丁辉的。带着这份鉴定书，我理直气壮地去了丁辉家，却没想到给我开门的人居然是王丽。她穿着围裙，拿着锅铲，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。请问你找谁？我冷着脸叫丁辉出来。王丽也不是善茬，见我态度不好，口气也不客气起来。你哪位阿米？找丁辉什么事？显然他是没认出我，懒得跟他多费口舌。我一把推开他，直接走进去。丁辉，出来，正是饭点。丁辉和婆婆都在家，见我过来，他们一家脸色都很不好，
可我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，直接把羊水穿刺的鉴定结果甩在丁辉脸上。丁辉怒而先开，正要开骂，却又戛然而止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鉴定结果，上面显示胎儿和他之间有肯定的亲子关系，符合遗传规律，侵权概率大于99%。我适时补上一句，医生说，弱精症虽然难以令人受孕，但还是有一定机会的。丁辉这时才慢慢缓过来，脸上焕发出惊喜异常的神采。也就是说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的确是我的。呵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当着你的面再去医院做一次。白纸黑字的鉴定结果，总算令丁辉一家相信我肚子里怀着的就是他们丁家的种。婆婆高兴坏了。哎呀，妈先前就说了，月婷不是在外面乱来的人。小辉，你误会月婷了，还不向月婷道歉。这死老太婆从前对我非打即骂，这会儿为了孙子倒是肯对我装一装样子了。丁辉也沉浸在巨大的喜悦里，赶紧向我道歉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是我才一时气昏了头，才会误会你，你原谅我好吗？看着他们高兴的模样，我只能说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。这个孩子，我压根就没打算给他们丁家打定主意。我强迫自己挤出一个微笑，假装与他们家重归于好。婆婆很欣慰，月婷就是通情达理，大家都戴着面具假笑着，屋内一片和乐融融。我的视线落在王丽身上，明之故问道：“这位大姐是？”听到大姐2个字，王丽脸色一变，有点愤然。我故意点丁辉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你该不会就找新欢了吧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把孩子打了，我们离婚。哪能啊，月婷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一听我要把孩子打掉，婆婆和丁辉瞬间急了。婆婆更是急中生智地说道：“这王丽是我们请的保姆。”我问丁辉：“是吗？”“是啊，老婆。”丁辉讨好的笑道：“前段日子爸不是中风了吗？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，我就请了个保姆，刚好现在你怀着孕，她也能照顾你，那就请王姐多多关照了。”多多关照4个字，我咬得格外重。对待这种明知对方有老婆还不要脸凑上来的小三，我自然是要多多关照的。日子在一团乱麻中恢复了平静。丁辉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婆婆则白天到医院陪护公公，家里只剩我和王丽2个人在，睡到日上3竿。我起床吃午饭，看到桌上摆着的菜，我不自觉地干呕了几声。自从怀孕后，我就闻不得香菇味。我明明跟王丽说了，她却故意做了我不吃的香菇。不是让你别做香菇吗？王丽应该不知道丁辉有弱精症的事，所以她也还不知道我肚子里这一胎对于丁家的重要性。于是她不以为意地说道：“哦，这个是阿姨买的，再不吃就坏了，你知道的。阿姨最见不得浪费。”我冷笑几声，当着她的面拨通了婆婆的电话，并开了免提。电话一接通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我就被那香菇味熏得干呕起来，把婆婆吓了一跳。怎么都4个月了还吐呢？没事吧，月婷？吐完之后，我软着嗓子，委屈巴巴地对婆婆说道：“妈，我都交代王姐别做香菇了，她非得做，熏得我吐了好几回，她还说是您的意思呢。”一听这话，婆婆果然大怒：“谁让她做香菇了？我明明交代她，你想吃什么就让她给你做的。这王丽太不会办事了，你把电话给她，妈来跟她说。”我挑了挑眉，把手机递给王丽。王丽气得面色铁青，却拿我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喂了一声。那边婆婆劈头盖脸地骂道：“
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跟你交代了，月婷想吃什么你就给她做，你要是害我孙子长得不好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不是，阿姨，婆婆不耐烦地打断她。行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月婷肚里的孩子照顾好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电话挂断，王丽深吸了一口气，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。不好意思啊，太太，我这就给你重新做，这就对了吗？我坐在沙发上，喝着王丽刚沏好的茶，意有所指地说道：人呐，就要认清楚自己的位置。我们家请你过来是当保姆，不是当太太的。下次再犯这种错误，我可要开除你了。看着王丽气愤的样子，我打心底里笑话她。她以为住进了丁家，取得了婆婆和丁辉的喜爱，就能取代我女主人的地位。殊不知，婆婆和丁辉的喜爱根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他们真正爱的人从来只有他们自己。我真搞不懂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能忍。丁家让她当保姆伺候我，她还能赖在丁家照做。躺在沙发上等吃饭时，我肚子突然传来一阵不适的疼痛感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阵心慌的感觉。虽然疼痛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很久，但这种感觉很不好。吃完饭后，我还是决定去医院做个产检才能放心。王丽这人我信不过，于是我打了电话给我妈，让她陪我去一趟医院。可没想到，产检结果却像道晴天霹雳一样砸在我头上，让我痛彻心扉。医生，你再说一遍，我的宝宝怎么了？医生惋惜地叹了口气，因为羊水穿刺后发生了感染，孩子可能保不住了。那保胎的话，还能把孩子保住吗？你孕前身体本来就虚，我建议你放弃。走出诊室，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。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对我？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为什么还要把我的孩子夺走？他在我肚子里已经4个月了，已经和我的情感、我的血肉融合到了一起，这叫我怎么能放得下呢？这一切都怪丁辉和他妈。本来我身体非常健康，要不是婆婆每天逼我喝那些成分不明的汤水，我又怎么会把身体搞虚？还有丁辉，要不是他不肯相信我，我又怎么会被逼到要做羊水穿刺自证清白的地步？当然，也怪我自己，如果不是我软弱，对丁辉还抱有一丝希望，又怎么会去做出羊水穿刺这么愚蠢的举动？医生都明确说了，羊水穿刺具有一定的风险，我却为了挽回丁辉，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去做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，也恨不得让婆婆和丁辉也切身感受一下我此刻的痛苦与悲伤。回到丁辉家，婆婆赶紧迎上来。你去哪了啊？月婷，带着肚子的人就不要到处乱跑了。我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。下午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去医院做了个产检。不舒服？你没事吧？老婆，丁辉赶紧扶我到沙发坐下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今天闻到香菇味道不舒服，吐的次数有点多吧。丁辉原本都对孩子不抱任何希望了，现在我好不容易怀上他的孩子，他自然会把孩子放在第一位。于是他转身呵斥王丽，让你在家好好照顾月婷。你是怎么照顾的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？王丽很委屈。辉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以后你照顾月婷上点心，千万不能让她肚里的孩子有任何闪失，听见没？知道了，辉哥。吃饭时，婆婆把电视打开，继续追她的狗血连续剧。剧中，男主角背着出差在外的妻子，把小三带进家门来鬼混，
两人不知廉耻地商量着要怎么把妻子弄成净身出户。呵呵，我这饭桌上不也有两个不知廉耻的狗东西吗？我故意借剧情说道，这男主角太不是人了，不仅背着老婆在外面出轨，居然还把人带回家乱搞，真是不要脸。还有这小三，明知道人家有老婆，还不要脸的贴上来，真是道德败坏。老公，你说是吧？丁辉面色有些不自然。啊，是啊。这时王丽忍不住了，太太啊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这小三固然有错，可这男主角的妻子每天只顾着工作，一点也不关心丈夫，也不珍惜自己的家庭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把位置腾出来给别人算了。小三果然是小三，看问题的角度果然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。我放下筷子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，王姐是这样认为的吗？那你该不会也背地里做了别人的小三吧？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家就不请你了。我们这种做妻子的忍受不了跟小三在同一个屋檐下。这番指桑骂槐的论调让在座的3个人都惊呆了，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看我脸色，怀疑我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。不过说完那话，我就不再言语，还在饭后殷勤地给婆婆和丁辉沏了壶好茶。那茶叶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名品，非常香，就连丁辉这种不怎么饮茶的人都赞不绝口。只要老公跟妈喜欢，以后我天天给你们沏。一番恭维，把丁辉和婆婆奉承得非常开心，直夸我懂事了不少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那茶里，我还额外给他们加了点好东西。我要把我这些年喝的偏方毒水，通通灌回他们嘴里。饭后，我以下楼散步为由出门了，婆婆也去了医院给公公送饭。家里的空间完全属于了丁辉和王丽2个人。我坐在小区楼下，拿出手机查看监控，里面立刻出现了丁辉抱着王丽安慰的画面。从我回丁家的那天起，我就悄悄地在客厅里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。此时，王丽哽咽地问丁辉：“辉哥，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？”“怎么会呢？丽丽，那严月婷骂我，你怎么都不帮我说话？”丁辉赶紧替她擦泪：“这不是看在她怀孕的份上吗？哼，不就是孩子吗？我也能给辉哥生。”说到孩子，丁辉底气不足，没再附和王丽的话。不过王丽也是个聪明人，见他脸色不对，立刻了转移话题：“那辉哥，等严月婷生完孩子后，你会跟他离婚娶我吗？”“当然，真的。”丁辉坏笑着说道，“严月婷这人没趣透了，哪有丽丽你风情万种啊？”“哎呀，辉哥你讨厌。”说完，2个人抱在一起，开始亲我。看到这刺眼的一幕，我心里难受极了，气得我腹部都传来了一阵不适的痛感。我知道这是流产的前兆，据医生所说，我随时都有流产的可能。既然王丽非要凑合到我们家这堆烂摊子里面来，那就别怪我让她背锅了。这几天我不再挑王丽的刺，反而对她处处礼待起来，尤其是在婆婆和老公面前，我对她越发亲热。让她陪我在楼下散步时，我也在邻居们面前夸王丽干活细致，手脚麻利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保姆。丁辉见我们相处和谐，不由得松了口气。但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掀起。那天饭后，我肚子突然生出一股强烈下坠的感觉，下坠之余还伴随着一阵剧痛。是时候了，我强忍着痛意，让王丽陪我下楼走走。到了楼下，有很多熟悉的邻居都带着孩子在下面玩耍。我带王丽走到人群中心，猛然拉住她，
在他耳边低声耳语道：“贱人，我已经知道你和丁辉的事了，你真以为自己能取代我成为丁太太吗？”王丽大惊：“你在说什么？丁辉昨晚都跟我坦白了，他说他一时不慎被你勾引，犯了错误，让我原谅他，等孩子一出生就把你赶回村里去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，辉哥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”我挑衅地看着他。婆婆说我肚子圆，一看就怀的男娃，只要我顺利生下孩子，谁都不能动摇我丁太太的位置。我凑近他耳边，诛心道：“这个家里真正做主的人可是我婆婆，你真觉得你有他大孙子重要？丁辉不过跟你玩玩而已，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呢。”王姐，谢我什么？王丽脸色愤然，死死地盯着我。谢谢你帮我伺候丁辉啊，要不是有你这个免费的，他可就要花钱出去嫖了呢。还好有你。这话彻底摧毁了王丽的理智，她用力揪住我的手臂，大骂道：“你个贱人，你以为辉哥又是真的在意你吗？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他早跟你离婚了。”邻居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热闹吸引了目光，纷纷侧目向我们看来。我继续添了把火：“那没办法，谁让我怀了丁辉的孩子呢？有本事你把我肚子弄掉，自己去给他生一个啊！”人在急怒时是失去理智的，被我这么一激，王丽真的升起了一股疯狂的念头。我们停在台阶处，她揪住我的手，冲我扬起一个恶意满满的笑容：“不就是孩子吗？我也能给辉哥生。至于你，我看你没了孩子，还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”说完，王丽猛然把我往台阶下一推：“严月婷，你去死吧！”我被推得直接滚下台阶，肚子着地。啊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我倒在地上，血流了一地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救命啊！邻居们见状，赶紧围上前来。“哎呦，小严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保姆怎么这么恶毒啊？居然敢这么对女主人，真是反了天了。”我在小区里为人向来不错，和邻居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。此时大家纷纷谴责王丽，帮我打了120。很快，我被人送上了救护车。等婆婆和丁辉赶到医院后，我的孩子已经没了。医生说那是个已成型的男胎。婆婆得知消息，差点没昏过去。毕竟她的儿子有弱精症，要想让人受孕非常难。我肚子里这个可能就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孙子。婆婆冲到王丽面前，猛地抽了她一个大耳光，大骂道：“你个黑心短命鬼，居然这么害我们丁家！我打死你，你个贱货！”王丽躲闪不及，被婆婆打得鼻青脸肿。她冲到丁辉面前，哭着解释道：“辉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严月婷，是她先挑衅我的。”“你闭嘴！”丁辉怒气冲天地吼道：“月婷对你那么好，怎么会挑衅你？她为什么挑衅你？”为了占据主导地位，我赶紧逼出2行眼泪，接过话头：“老公，我只不过跟王姐炫耀了一下你对我有多好罢了。”哪知王姐听完就跟疯了一样，说什么你只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才对我好，说等我生下孩子你就不要我了。她说你们才是真爱。然后我不过反驳了她几句，她就把我推下台阶了。王丽瞪大了双眼：“你撒谎！”眼看场面不受控制，王丽挣扎着想为自己澄清，她拉着丁辉，企图让丁辉听她解释。可是她不知道我这一胎对于丁辉和婆婆的重要性。丁辉气昏了头，根本不听她解释：“你给我滚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！”王丽被他一把甩开，脚步踉跄的往后退了好几步，然后灰溜溜的从医院走了。
可我当然不会就这样放过他，我果断报了警。王丽因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，被警察带走了，只等派出所进行取证后就可定刑。可惜的是，我因羊水穿刺感染，胎儿本就难保的事情也被调查了出来，所以我流产的责任不能完全算在他头上。最终，在派出所的调解下，王丽赔了我1万块的精神损失费和1万块钱的营养费，这事就算了。可他当小三的事迹被我一路传播，已经传到他老家去了。王丽的名声彻底臭了。原本他还不服，想通过和丁辉再续前缘来挑衅我。可当他听说丁辉弱精症，几乎没有生育能力后，他当机立断地离开了丁辉。毕竟王丽也不是什么傻白甜，她一早就知道婆婆和丁辉不是什么好人，她也只是冲着房子和钱来的而已。自从我出院回家后，婆婆和丁辉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差了。一是因为孩子没有了，他们的希望破灭了；二是因为我每天在他们饮用的茶水里添加了令人精神亢奋的药物。很快，他们两人的情绪越来越暴躁，经常在外面和别人发生冲突，尤其是丁辉，他现在职场上看谁都不顺眼。一次因为和同组的组员意见不合，二话不说就把别人给打了。虽然伤不重，但两人积怨已久，对方却不肯轻易放过丁辉，不但报了警，还联合公司其他不满丁辉的人，联名要求公司开除他。最后的结果是，丁辉不仅被派出所拘留，还被公司开除了。把他从派出所接回来的那天，我把他带去做了个精神鉴定，鉴定结果显示丁辉现在有中度狂躁症，医生建议入院治疗。我婉拒了医生的提议，将丁辉送进了一家私人疗养院。而在那家疗养院里，我给他请了一位被投诉最多的护工。我相信丁辉住进去后，护工一定会好好关照他。本来婆婆不同意，大骂我狼心狗肺，但我告诉她，丁辉打人的事情不好平息，只有鉴定出他有精神病，对方才肯私了。我先把他送进去，等事情平息了再接他出来。婆婆这个法盲，什么都不懂，只有听我安排。而丁辉住进疗养院后，婆婆也更加作天作地，每天不是在楼下和邻居掐架，就是在医院把躺在病床上的公公当作出气筒，对他非打即骂。他的所作所为过分到连医生护士都看不下去了，频频打电话跟我沟通，希望我给公公换个陪护，顺便带婆婆去检查一下精神状态。然后我用同样的处理方式把婆婆也送进了疗养院。至于公公，他虽然从来不会在婆婆面前替我说话，也非常迫切地想抱孙子，但他起码没有在明面上欺负过我，所以对他我也不会做得太绝。他的中风症状虽然没有继续好转，可也没有继续恶化。婆婆去了疗养院后，我在医院请了个金牌护工照顾公公起居，他的一应需求我也会尽量满足。将来不出意外，我也会以儿媳的身份替他养老送终。处理完所有人后，我一个人守着家里的房子和钱，日子比从前轻松了不少。后来我去疗养院看过婆婆和丁辉一次，不知他们在里面到底遭受了怎样的折磨。从前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人，已经变得干瘦枯萎，神经衰弱。丁辉隔着防护门，痛哭流涕地向我认错，只求我能接他回家。婆婆也一脸畏缩，求我原谅他。可是他们再痛，又怎么比得上我失去孩子的锥心之痛呢？余生，你们母子俩
就在这里共度余生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